大家好，最近暑假到了，汪家的生活也变得格外熱鬧。隨着孩子們回到北京度假，不少網友陸續偶遇到汪小菲和馬小梅帶着孩子外出遊玩的畫面。7月4日，有網友在北京環球影城偶遇汪小菲一家。當天，汪小菲穿着白色 polo 衫和淺色短褲，狀態看起來十分放鬆。因為正值暑假和周末，園區遊客很多。從網友拍攝的畫面來看，小月和琳琳在排隊體驗項目，從背影照中依然能夠感受到一家人一起出游時輕鬆溫馨的氛圍。很多人覺得帶孩子出去玩很簡單，無非就是陪着吃飯、逛街、去遊樂園，但真正帶過孩子的人都知道，陪伴其實是一件很考驗耐心和責任感的事情。小梅也在直播中給網友很多建議啊。我建議你們現在要去環球影城的，你們不要大中午的时候去，真的太热，就容易中暑。我說前2天我去哪環球影城，膽小的人，就我不敢玩過山車那些的，就是不敢。但我被他們騙了，他們一直哄我，他們說不可怕，我去玩了一個最不可怕的過山車，其中一個就是最不可怕的。玩完之後就是，因为他那個過山車它有點後坐力，你突然往前開始的時候，我頭就往後仰，就弄得我脖子有點扭到的感覺，所以我幾乎都在外面，在下面等他們玩。我那天去走了6個小時吧，5、6個小時，真的腿都快走廢了，我就崩潰。後面那2個小時的時候，我是都聽到自己聲音，不知道為什麼耳鳴的很嚴重。那他們去玩，我就沒有玩，因為我不敢玩。有時候我覺得一個人的善意就藏在這些小細節裡。他分享的不是自己玩得有多開心，而是在經歷過之後，把自己的感受告訴別人，希望別人少走一點彎路，少受一點罪。其實帶孩子出門也是這樣，真正辛苦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陪伴的人。要顧天氣，要顧安全，要顧情緒，要顧體力。很多時候大人累了也不會說，只希望孩子能玩得開心一點。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往往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溫度。此外，蘭姐也是樂呵呵帶着孩子三里屯逛街，探遍自家麻六記。現在呢，就一直陪着他買玩具啊，畢竟是小孩嘛。現在呢，他說奶奶，我很久沒來扭蛋了，所以在這兒扭扭蛋。我也特別年輕了，這幾個小時我的小腿都細了，但是特別開心啊。朝陽大悅城拍了10幾個視頻，2個多小時，月月在旁邊陪着我。完了，感受到我們麻六記的企業文化，特別開心。真的是一位滿滿能量的奶奶啊，感受得出來孫子孫女在身邊的快樂，帶他們一起去工作，一邊陪孩子還能一邊輸出工作。7月5日，蘭姐也在社交平台分享動態，表示當天将帶小月參加敦煌繪畫藝術展。談到孫女時，蘭姐語氣裡滿是驕傲，還表示有機會的話會把小月的畫作分享給大家。從這些安排不難發現，孩子回到北京之後，身邊多了很多家人的陪伴和關心。待會兒跟小月月呢去敦煌繪畫藝術展，帶小月月去肯定正四方，而且呢會畫畫，一會兒展現給大家看啊。對於一直關心2個孩子成長的網友來說，看到這樣的畫面，多少會感到欣慰。畢竟對於正在成長中的孩子而言，比起外界的紛紛擾擾，更重要的是身邊有人陪伴，有人關心，有人願意花時間參與他們的生活。不過，就在大家為這份難得的溫馨感到高興的時候，7月8日，台灣媒體再次曝光有關大 S 遺產和房產問題的新消息。距離大 S 離世已經1年多，這場圍繞遺產、房貸和房產歸屬的討論卻始終沒有完全平息。2026年7月8日，大 S 母親黃春梅接受台媒採訪時，再次談及女兒離世後的遺產問題，引發外界廣泛關注。黃春梅表示，由於自己並非遺產法定繼承人，因此無法參與女兒遺產的繼承與分配。談到目前的處境時，她情緒顯得十分低落，直言自己已經是半死的人，遺產相關事務只能由擁有繼承權的人去處理。她還表達了對於未來居住問題的擔憂。黃春梅稱，自己擔心有一天會失去現有住所，甚至無奈表示，下次你們見到我，也許就是露宿街頭了。她認為自己如今最大的願望，並非財產，而只是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安穩居住的地方。隨着這番言論曝光，外界對於大 S 遺產分配、房產歸屬以及後續房貸問題的討論再次升溫。說句很多人心裡的大實話，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露宿街頭這4個字。如果一個老人無兒無女、孤苦無依，說擔心露宿街頭，大家一定會同情。但 S 媽真的屬於這種情況嗎？她失去了最愛的女兒，這一點確實令人心疼。她還有孫子孫女、大女兒、國際巨星小 S 3女兒，還有一個非常深情的前女婿，怎麼會到淪落街頭的地步呢？更何況，一個家庭真正需要被優先關注的，其實是2個失去母親的孩子。孩子年紀還小，未來還有很長的人生要走。
而成年人之間的遺產爭議、財產糾紛和情緒表達，如果一次次被推到輿論面前，最後消耗的往往還是整個家庭。所以在我看來，這件事最讓人感慨的不是遺產怎麼分，而是有些人似乎始終在強調自己失去了什麼，卻很少去討論自己還能給予什麼。一個母親失去女兒固然令人難過，但一個外婆如果真的深愛自己的女兒，那麼最應該放不下的，難道不應該是女兒留下來的2個孩子嗎？公眾當然可以理解悲傷，但悲傷不應該成為無限放大情緒的理由。因為真正能夠贏得尊重的，從來不是把自己描述的有多可憐，而是在遭遇人生打擊之後，依然能夠承擔起屬於自己的責任。有時候，比起我會不會露宿街頭，大家更想知道的是，在2個孩最需要家人關愛的時候，你又為他們做了什麼？面對這些傳聞，7月8日，汪小菲通過律師許英傑發布了一份5點聲明，把外界的猜測一樁樁做了回應。汪小菲發布5點聲明，強調自己從未要求 S 媽搬離豪宅的不實傳聞，同時也通過律師告訴大家，自己的兒女繼承大 S2/3的遺產，具俊曄獲得1/3的遺產。關於大 S 的遺產還有豪宅貸款細節分配問題，在7號引起大家的關注，甚至媒體稱大 S 的還款銀行賬戶裡面不足200餘萬台幣，50萬人民幣。另外，媒體還聲稱 S 媽黃春梅對外感慨表示，也許下次你們看到我就是露宿街頭了。對於這樣的傳聞，汪小菲通過律師發表5點聲明，打破了網友的各種爭議與討論。汪小菲聲明如下：第一點，2個孩子的繼承權已經被優先保護。聲明明確寫道，大 S 離世後，汪小菲已經依法向法院申請擔任2個未成年子女的特別代理人，由法院選任後協助處理遺產分割程序，目的就是保障2個孩子的權益。這句話的潛台詞其實很重要，因為孩子未成年，很多法律事務無法自己處理，所以必須有人代為維護他們的利益。第二點，遺產分配已經說明白了。聲明寫得很清楚，2名未成年子女依法繼承2/3遺產，具俊曄依法繼承1/3遺產。汪小菲已經為2個孩子設立信託專戶，而具俊曄繼承的部分由他本人自行規劃處理。聲明裡面完全沒有提到 S 媽擁有繼承權。從法律層面來說 ，S 媽並不是遺產繼承人。第三點，房子不存在法拍問題。聲明特別針對外界傳聞做出回應。大 S 留下的不動產因為還有銀行貸款需要繳納。大 S 離世後，汪小菲持續協助代為繳納屬於2個未成年子女應負擔的貸款部分，並且明確表示，目前並不存在任何會導致房產遭到拍賣的情況。也就是說，關於房貸斷供、即將法拍等傳聞，律師認為與事實不符。第四點，從未要求 S 媽搬家，這一點可能也是最近爭議最大的部分。聲明原文寫得非常明確，汪小菲和2個孩子在兼顧全體繼承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均支持黃春梅女士繼續居住於現住所，並且多次透過律師表達立場，從未要求黃春梅女士搬離住所。所以，如果按照這份聲明來看，至少汪小菲這一方的立場是支持 S 媽繼續居住的。第5點，以後所有事情以孩子利益優先。聲明最後一段其實最值得關注。律師特別強調，汪小菲最重視的是2個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長與生活安定。未來涉及遺產管理、財產運用和生活安排，都將以2個孩子的最佳利益作為最優先考量。看完整份聲明後，我最大的感受是，這份聲明從頭到尾其實都在圍繞一個核心：2個孩子。遺產歸誰，房貸誰繳，房子怎麼處理，最終落腳點都放在2個未成年孩子的權益身上。再結合 S 媽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的可能露宿街頭，我反而覺得這件事最值得討論的不是情緒，而是邏輯。現階段來看，外界所擔心的馬上被趕走或者立即無家可歸並不存在。但是 S 媽的焦慮是存在的。S 媽真正擔心的可能不是今天有沒有房子住，而是這套房子從法律意義上並不屬於自己。因為從法律層面來看，她不是繼承人，沒有產權，也沒有最終決定權。房子未來的歸屬和處置，最終都掌握在繼承人手裡。而按照汪小菲律師聲明的說法，汪小菲一直在協助支付屬於2個孩子應承擔的貸款部分。換句話說，無論外界怎麼評價他，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份房貸責任他並沒有選擇放下。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疑問：S 媽現在居住的這套房子，到底是不是仍然處於貸款狀態？如果這套房子至今還有大額房貸沒有還清，那麼他的焦慮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房貸持續有人繳納，房子就能正常維持。可一旦未來沒有人繼續承擔這筆費用，理論上房產就有可能面臨違約風險，甚至進入拍賣程序。到那個時候，受到影響的就不僅僅是產權問題，而是真正的居住問題。從這個角度看，他擔心的或許不是今天被趕走，而是未來的不確定性。但話說回來，如果換成普通人，在離婚多年之後，前妻已經離世，自己卻還要長期承擔高額房貸，僅僅因為這套房子未来屬於自己的孩子，大家真的做得到嗎？至少換成我自己，我未必做得到。我可能會選擇出售資產，把屬於孩子的部分保留下來，通過信託或者其他方式保障孩子未來的生活和教育。因為站在現實角度，每個月承擔這樣一筆巨額支出本身就是壓力。
但汪小菲的選擇卻是繼續維持房貸，繼續保住房產價值，繼續保障孩子未來繼承權益。所以這份責任心到底值不值得被看見，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判斷。再回頭說說 S 媽，沒有產權不等於沒有地方住，沒有繼承權也不等於一定會露宿街頭，這兩者之間其實存在着非常大的距離。更何況她並非孤身一人，她有家人，有女兒，有親人，有外孙外孫女。即便完全不討論遺產問題，一個正常家庭對於長輩的照顧和贍養責任也不會因為遺產歸屬而消失。所以當露宿街頭這樣的說法出現時，很多網友會產生疑問：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難道他的家人會坐視不管嗎？難道他的女兒會不聞不問嗎？難道那個曾經被無數媒體稱讚深情的女婿會眼睜睜看着他流落街頭嗎？這家人的故事恐怕還遠遠沒有結束。遺產、房子、繼承權、房貸、採訪、回應，一件事情剛落下，另一件事情又來了。幾年下來，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的爭議出現，仿佛永遠沒有真正平靜的時候。所以我反而越來越覺得，汪小菲未來最重要的事情，不回應誰，也不是證明什麼，而是把重心放在2個孩子身上。很多人說孩子在哪裡生活都一樣，但我並不完全認同。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真的很大，尤其是正在成長中的孩子，他們每天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接觸什麼樣的人和事，都會慢慢塑造他們未來的性格和價值觀。如果一個環境長期充滿爭議、矛盾和情緒消耗，那麼再好的物質條件也未必能換來真正穩定的成長環境。反過來說，如果能夠擁有相對簡單、平靜、有家人陪伴的生活，對孩子來說反而更重要。所以我一直認為，人是需要改變環境的。如果明明知道一個環境已經出現問題，明明知道繼續待下去只會不斷重複過去的矛盾，卻始終不願意做出改變，那麼受影響最大的往往不是大人，而是孩子。成年人有能力消化情緒，也有能力承擔後果，但孩子沒有。對於孩子來說，他們需要的從來不是站隊，也不是捲入大人的恩怨，而是一個能夠安心長大、安心讀書、安心生活的地方。2個孩子已經失去了母親，這是無法彌補的人生遺憾。既然如此，那麼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盡可能給他們一個穩定、健康、遠離紛爭的成長環境。有些關係可以繼續糾纏一輩子，但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如果我是汪小菲，我可能不會再把精力放在這些沒完沒了的拉扯裡，而是把更多時間放在孩子的教育、陪伴和未來規劃上。因為幾年後回頭看，遺產爭議終究會過去，房子也終究會有結果，但孩子長成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影響他們一生的事情，你們說呢？